大家好，我又來了。今天2025年的12月6號，天氣非常的不錯。天氣不錯呢，就不要待在家裡啦。我們決定出門走走，我們去苗栗的後龍好望角飛空拍機。對，我那天看了有人飛的空拍機，我覺得好像還不錯玩呢。那邊就是一個小台地，然後面向台灣海峽，有強勁的海風，所以那邊很多風車。不是風車啦，是那個風力發電機啊。而且下面有台鐵的海線經過，如果海線的火車搭配風車，那是一個很棒的畫面。我看着人家拍，我覺得不錯，所以我呢也決定来這邊拍。那我們沿着老路線，從台64線接台61線，然後往南走西濱快速道路，我們直奔竹南。其實從西濱往南的路上呢，那個風一直吹到我心裡有點怕，會不會到了竹南後龍才發現那個風是完全不能起飛的，因為那風真的很強。但是好望角的地方就是靠海邊，風一定是很強的，只是不知道會強到什麼程度。那根據官方的資料呢，無人機5級左右呢是它的極限，再上去呢可能就會被吹翻掉。所以呢，我們到現場才會知道說到底能不能飛。其實也不是不能飛啦，就是飛上去會有被吹翻的風險，而且遙控器會告訴你現在有強風，趕快降低高度。這個我遇過好幾次了。那看要不要跟他賭啊？我通常都是不賭的，遇到這種警報我直接下降。那我們騎了1個多鐘頭之後，到了新豐休息站，我們在這邊休息一下，喝個水，再繼續上路。那穿過這個鳳鼻尾隧道了，就到了竹北。這邊的缺點就是紅綠燈稍微多了點，每次騎得正高興的時候，就紅燈了，屢試不爽。什麼時候會有那個封閉的高架道路給我們騎呢？那我們到了新竹市區，右轉是去南寮漁港，左轉是去新竹市。我們繼續直走。這個路段有時候真的無奈啊，因為紅綠燈很多，騎一騎然後就紅燈，騎一騎就紅燈。哎呀，頭痛啊！但是又沒有別的路可以走，有什麼其他替代路段嗎？繼續騎了1個鐘頭之後，我們就到了後龍好望角，然後從這個交流道下來之後呢，右轉就可以接到好望角了。那還沒到的時候，就看到風車在那邊轉啊轉啊。我以為沒有什麼風，但是我錯了。我這車子停下來之後呢，我感覺到那個風好像快把我車子吹翻了。哎呀，怎麼會這樣啊？大老遠騎來，然後發現好像不太適合飛行呢。沒關係。既來之則安之，我們先試看看能不能飛。可以起飛，但是一上去就遇到強風特報，遙控器告訴我現在遇到強風，趕快降低高度。
我又不信邪，我拉上去了一點點，結果還是告訴我趕快降落，趕快降落，不然會被吹翻掉。哎呀，好啦，反正呢不能飛，我就去別的地方飛吧，就趕快東西收一收，前往下個地方。我們接下來要去的地方是海角樂園，這是靠海的一個景點。我上次有來過，只是想說來都來了，就差個5分鐘的路，我們就去看看吧。這個是離海邊非常近的一個景點，所以我也沒有預期怎麼可以飛，反正就是去那邊看一看，照相這樣子。到啦，這邊就是離海邊最近的一個景點。很荒涼哦，沒有遊客。就這個。好，旁邊都是海啊，旁邊就是海了。拍完照我就走了，因為風好大，我很怕我的車子被吹翻了。然後這條路真的很小條，會車有點困難。出來之後發現，好像有火車要來了，我就把車停路邊，然後準備來拍一下火車。火車來嘍！好了，拍完了，繼續下一個景點，竹南的潭文。潭文那邊有個車站因為它的鐵路有一個弧度路站，所以呢，從那邊拍火車的話，應該是很好看的。所以我們就去竹南潭文哦。本來要去一個叫做震撼步道的涼亭那邊起飛，那邊居高臨下。但是呢，我想說還要走大概10分鐘的步道，我就不想去了。後來想到說，能夠飛得到的地方，幹嘛用走的？所以我就從山腳起飛啦，偷懶啦，哈哈哈哈。好，我們找一個好地點，你也不會干擾到其他用路人的地點。這邊，好。其實這邊上去也是震撼步道，但是我不知道去哪邊。正確的路口是在另外一側。很幸運的，一起飛就遇到一台自強號經過。你看這個一個弧度很漂亮。其實震撼步道就在我空拍機的前方一點地方而已，那邊有個涼亭，所以你看從那邊看下去真的是非常漂亮。好了，我發現下一班火車大概要20分鐘之後，我就不想等了，那就說我們換個陣地好了。我們去竹南火車站，那邊是山線跟海線的交匯的車站，那個班次一定很密集，所以我們去竹南走。我找了一個神秘的地點，它就是在河堤的外面，山線跟海線交匯的地方。這樣子的話呢，不管是山線或海線的火車來，我都可以游刃有余的飛過去拍，不會錯失任何一班列車。如果山線跟海線同時進站怎麼辦呢？這時候真的是手忙腳亂，要找那個拍攝價值最高的去拍，譬如說自強號或者是新的列車那種。比較有拍攝價值的。我前陣子發現，拍火車其實也是一個很大的群組，他們就很喜歡去到處拍火車，甚至有個群組專門在討論什麼時候會有特殊班次的火車。我還沒混進去那個圈子，也不知道怎麼進去啊，反正就我知道這個圈子。對，好，那拍完之後呢？就準備回台北了。你看這個太陽已經差不多，再過2個鐘頭就要下山了。在我一路往北走的時候，我想說，竹南
有一間龍鳳宮，我很久沒有來了。上次來的時候還是去年還是前年的時候，我想說如果有經過的話，我一定會進來參拜。果不其然，我是心裡這樣想的時候，我一抬頭，我就看到媽祖那個你看那個影片正前方那個巨大的神像，他正在看着我，真的是很巧啊！心裡這樣想的時候，就發生了。好，話不多說，我們趕快進來參拜。先把車停好。其實參拜完呢，我心裡有個念頭說，這裡可以空拍嗎？我打開了民航局的地圖，發現這也是可以空拍的耶，沒有管制。好，二話不多說，我們去外面的停車場再來飛吧，因為這邊廟前的停車場人太多了。這時候已經快接近5點了，我們繼續踏上回家的路程。此時太陽已經快要接近海平面了，把那個路面照成黃黃的，夕陽準備西下了。這個時候我們還在竹南，到台北應該還要再接近2個鐘頭吧。尤其現在是準備晚上大家回家吃晚餐的時間。相信車程應該會再稍微多一點。進入新竹市區，車子雖然多，但也不會覺得難走啊，就是順順的走。那沒多久呢，我們就準備要上了那個竹港大橋了，準備要接上西濱快速道路了。此時夕陽已經沉入海裡了。你看這個天空，這個色溫其實非常棒啊！我很喜歡這種色溫啊，再沒多久就已經慢慢的暗下來了。這部影片拍攝日期是2025年的12月6號，但是我現在編輯的日期是2026年的2月1號。你就知道我的拖延症有多嚴重了。其實我硬碟裡面還有很多的空拍影片還沒整理啊，真的是喜歡拍不喜歡整理，不喜歡剪，對。但是呢，為了硬碟的空間，不得不花個時間把它剪完啊，好累啊。回到巴黎市區呢，天色已經完全黑下來了。我看着旁邊餐廳擠滿了用餐的人，我在想說，那我回家的路上要去吃個什麼好呢？看到關渡大橋，就等於回到台北了。雖然還有5-6公里要騎但是就差不多了，快到家了。那很感謝大家的收看。一部影片要搞到好，真的是不簡單的，要剪，要編，然後要排順序，然後還要上字幕、配音，這個都是工程啊！我也只有1個人而已啦，所以說就慢慢處理，慢慢處理的下場就是堆了一堆影片沒有做哈，我會盡量趕工的。好，謝謝大家的收看。我們下部影片見啦，啾咪啾咪。